救命啊！这破地方连个 WiFi 都没有，老子一天都不想待了。3天前，我穿越了。穿越前我是个996的社畜，穿越后我成了修仙界头号恐怖分子。还没等我搞清楚厕所在哪儿，脑子里就想了个东西。丁，殉道成神系统已绑定，任务要求，请宿主在10年内被名门正派以替天行道的方式合乎逻辑的被围剿致死。任务奖励：剥离修为，携带1000亿合法退休金遣返现代世界。警告：不可自杀，不可消极防御，否则判定失败，灵魂抹杀。1000亿退休金，这还修什么仙？逻辑很简单，只要干点天怒人怨的事，惹得正道群殴我，往飞剑上那么一撞，1000亿富翁的快乐生活就在向我招手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我需要足够的仇恨拉满世界。教主大喜呀！老奴昨夜趁太上剑宗护山大阵松动，成功将那正道第一天才的圣女洛清寒给生擒回来了。绑架正道圣女，太上剑宗正道魁首的圣女，这仇恨值直接拉满了！只要太上剑宗的剑修们不是缩头乌龟，明天10万飞剑就能把这破地方给平了。好，把他关进水牢。本座今日要亲自去摧毁这位圣女的道心，让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教主英明，从灵魂层面彻底污染正道未来的希望，高，实在是高！教主英明！演技满分，奥斯卡欠我一座小金人。魔头，要杀便杀！我太上剑宗弟子，绝不向邪魔屈服半步。好姑娘，有骨气。你师父要是知道你这么刚烈，肯定得带着全宗门来砍我。守卫，退下。骨头挺硬，本座最喜欢的就是蹂躏你们这种天骄。看到这本上古阵法天书了吗？这是能解构天地万物的无上法门。本座命令你3天之内把这本天书从头到尾给本座推导一遍。看见这道微积分极值求导阵法了吗？算不出来，本座就断你一餐饭。就这，不打我，不杀我，就让我算这些鬼画符？区区符文也想乱我道心？我解给你看。上钩了。还真在认真算，这姑娘脑子可以呀。这根本不是邪术，这是剥离了虚妄，直指天地运行本质的无上大道。你干嘛？解不出来别瞪我，我不放水的啊！坏了，这姑娘该不是被高手逼疯了吧？
教主，求您了，就给我看一眼吧，哪怕只看最后那一步也好。清寒卡在这道瓶颈整整2个时辰了，心里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，真的快要被逼疯了。教主威武！教主威武！竟用如此霸道的手段，把那冰清玉洁的正道圣女折腾得哭着求饶，恐怖如斯！不行，这是最基础的牛顿第2定律，这么简单的受力分析，必须你自己推导。撒手！我不撒手！你明明掌握了那直达巅峰的法则，却偏偏吊着我，你就给我个痛快！告诉我，这重力加速度 G 到底是如何影响剑意坠落的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我本来的计划用高数折磨他，然后故意卖个破绽让他逃跑报信。正道闻讯大怒，10万飞剑平推极恶魔渊，完美！结果这女人彻底沉迷物理了，把科学公式当成了绝世功法，赶都赶不走。看来内部迫害行不通了，必须指望外患。太上剑宗的圣女被绑了3天。按常理，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管，刺客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今夜我要亲自送上一颗人头。守卫全部支开了，窗户大开着，防御0。来吧，谁来捅我都行。陷阱，这绝对是上古杀阵，他故意装出毫无防备的样子，就是在羞辱我。魔头，受死！1000亿，我来了！疯子，这是同归于尽的自爆秘法。萧无望，你给我起来！动能定律在这个非惯性器里根本不适用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解法！圣女殿下，您被夺舍了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拿剑指着传授我无上大道的恩师？不，你让他捅死我！闭嘴！谁敢打断我推导大道？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，你的剑意受力不均，全是破绽。恐怖！小吾皇竟在一夜之间把圣女改造成了无视灵力的怪物，这根本不是魔功，这是亵渎真理的神迹！小吾王，你给我等着！老夫这就去集结正道联盟！就差半寸啊！都怪清寒护教不周，差点让这老贼惊扰了您部下的死局。教主神威，竟用天书让圣女倒戈反杀刺客，杀人诛心。教主真乃万古第一神人。这届圣女和属下没救了。穿越第3天，作战计划全面失败。我确认了一件事，想在这个世界顺利去死，比活着难10000倍。穿越第6天，复盘一下，高数折磨圣女失败，圣女沉迷物理赶不走，故意卖破绽引刺客失败，被圣女截胡，刺客反被打跑。幽鬼老祖脑补能力突破天际，我干什么他都能解读成教主英明。走内部迫害这条路，死路一条。既然内部无法激起民愤，那就去祸害全天下。幽鬼，老奴在。你即刻带人下山，去大夏皇朝的边境，给本座强行掳走10万青壮年凡人。10万凡人，教主，您终于要重启上古失传的万魂嗜血大阵啦！老奴这就去准备化尸水和抽魂箫。化你大爷的尸！
本座抓他们来，不是为了杀，是为了诛心。本座要让他们做苦力，修一条横跨南北的灵气高铁，劈开10座大山。本座要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他们。如果有人生病，就用库房里那些废弃的延寿髓丹给他们吊命，不榨干他们最后一丝力气，绝不准他们死。教主，凡人命坚如草，您这般严苛，会不会太浪费资源了？你懂个屁！这叫精神摧残。本座要让他们在安逸中丧失斗志，照做便是。死了一个凡人，本座拿你是问。老奴遵命，遵命。我悟了！教主，这是在下一盘大棋呀！大夏皇朝赋税极重，百姓终日劳作不得温饱，教主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以极高的待遇折磨他们。一旦这10万凡人习惯了魔教的恩赐，他们的心就不向着大夏了。教主这是在挖大夏皇朝的根啊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完了，落入魔窟，必死无疑。安静。现在，本座宣读魔规。第1条，每日劳作时间仅限4个时辰，谁敢私自加班，直接扔进蛇窟。第2条，中午强制休息半个时辰，食堂红烧肉管够。谁敢剩饭，就是对本座不敬。第3条，每干5天，强制休息2天，休息期间不准下工地，违者罚款。4个时辰，在大夏种地，天不亮干到天黑，一年到头连肉末都见不到一粒。他说红烧肉管够，还双休。老汉活了60年。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歇过1天。兄弟们，干活了！晚上食堂红烧肉管够啊！这不对啊！几天后，事态彻底失控。1、2、1，加油干呐！晚上食堂红烧肉管够呀！魔尊万岁！魔教是我家，建设靠大家。系统，我是不是哪一步搞错了？当前凡人名分值负9999，崇拜值正99999，名声扫地进度负50%。我真没想当救世主啊！老子只想退休。魔尊万岁！穿越第10天，名声扫地计划不仅失败，我还多了10万忠实粉丝，退休的路越走越远了。岂有此理！那10万庶民皆是朕的国库根基，
魔教竟敢抢朕的牛马！传朕旨意，大将军赵武率20万大军，配合正道仙长，势必将那魔头碎尸万段，把朕的劳力抢回来。遵旨。大家伙吃好喝好，看外头那帮穷兵蛋子！教主，大夏皇朝20万铁甲军已抵山门外。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完美的被杀造型。教主，您这是20万大军，不能独自出阵啊！不必，本座亲自去会会他们。教主，这是以一人之躯镇20万大军啊！来吧，老铁们，向我开炮！全军听令，切勿轻举妄动！这魔头面对20万大军，竟然兴奋地流泪。前方必定埋藏着绞杀10万人的上古绝杀大阵。怎么还不动手？你们动手啊！本座已经把那10万凡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了，你们再不动手，本座把他们全煮了！食堂开饭啦！今天中午加餐，红烧冰甲猪，每人2大块肉，吃完强制午睡。不好！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畜生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我等干饭的时候来，耽误了工期，我们怎么拿魔尊发给我们的年农奖？解救个屁！在大夏交10种税，在这里做5休2，还包吃包住，老子生是魔教的砖，死是魔尊的魂！谁敢打扰我们明天的双休？我们10万劳工就跟谁拼了！大哥，你们工地还招人吗？我搬砖贼溜！放肆！临阵脱逃者诛9族！我看谁敢动老子的新员工！一个凡人，去他妈的大夏！老子要去搬砖，老子要吃红烧肉！别挤，别挤，排队领饭盆。还有红烧肉吗？给我多加一勺。
你们这些……造孽啊！你们这帮刁民，把我的退休金还给我！万岁万岁！穿越第13天，大夏皇朝的20万讨伐军全员跳槽了，我的退休计划亏损到了负数。半年后，30万凡人劳工加20万大夏降军，生生劈开了10座大山。通车典礼这天，人山人海。老优啊，这列车一旦跑起来，每天消耗的极品灵石是个天文数字吧？回教主，何止是天文数字，足够供养一个小宗门100年了。完美，每天烧掉一个小宗门100年的家底，3个月，魔教必将破产，手下发不出工资，兵变造反，本座被乱刀砍死，岂不美哉？传本座的命令，从今日起，灵气高铁正式通车，凡是乘坐我魔教高铁的凡人和散修，票价全免。不仅全免，还提供免费的红烧肉盒饭，一天跑10个来回，给本座狠狠地跑。3个月，只要3个月。老优啊，库房是不是已经空了？大家是不是准备造反了？你不用怕，谁带头造反，你让他直接来找我。教主，您就别考笑老奴了，您这流量经济和商业地产的惊世手段，老奴已经彻底悟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咱们的高铁确实全免，天下商贾和凡人蜂拥而至，短短2个月，大夏皇朝90%的客流全集中到了咱们的车站。老奴谨遵您不收车费的法旨，但在车站周围建了商铺、客栈、坊市。那些商行为了抢一个摊位，把租金炒上了天。而且南方灵草早上摘下来，中午就能运到北方，价格翻了10倍。商贾为了优先送货，天天排着队送极品灵石当供奉。咱们圣教如今底蕴滔天，富冠3界呀！羊毛出在猪身上，老子只是想破产啊！谁他妈让你们搞商业地产和流量变现的？教主，您怎么？我真是被你们气，高兴的。经济破产计划彻底宣告失败。手底下这50万员工，天天领着3倍工资，赶都赶不走。既然在经济上打不垮他们，那就在思想上独爱独。修仙界为什么能维持1000万年的统治？因为知识的垄断。只要把现代社会的义务教育和民主思想免费发给底层，正道大宗门绝对会气得发疯，拼死也会来杀我。教主传唤，老奴到了。给本座用最廉价的玉简，打造100万个这玩意儿。100万个？这叫魔音灌脑器，只要注入一丝灵力，就能无视距离，接收本座的声音。
1个月够。启禀教主，飞行妖兽部队集结完毕，100万枚魔音灌脑器已全部装载，随时听候教主号令。记住，趁着夜色，大夏皇朝的每一座城池、每一个村落、每一处散修聚集的贫民窟，一个都不许漏。全体听令，起飞！100万之数，每座城池、每个村落、每条街巷，正派修仙界逾万载的知识垄断，自今晚起始，彻底瓦解。一场针对封建修仙界的降维思想打击，宣告拉开大幕。10年了。太上剑宗的仙长说，我等下品灵根，经脉天生淤堵，此生与大道无缘。除非能凑齐3000下品灵石，去求购一颗他们宗门炼制的通脉丹。这是天降法宝。大夏皇朝的各位散修朋友，大家夜安，欢迎倾听由极魔魔渊独家万里传音的夜话栏目。本作是你们的传音使，魔尊萧无望。魔尊萧无望，万古第一大魔头，这难道是毒蛇邪气？万载以来，名门大派诓骗你们，说经脉淤堵是命数使然，活该当一辈子蝼蚁，只能倾家荡产去买他们的仙丹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所谓的灵根，根本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命数，它不过是人体经脉对天地游离能量的传导率不同罢了。而所谓的经脉淤堵，也不过是能量通道狭窄带来的流体阻力。今夜，本座教你们流体力学与经脉灵压的伯纳尔基效应，把你们的经脉想象成山间饮水的主管。格物学常识告诉我们，流体在管道变细的地方，流速会加快。将丹田视作聚灵抽水的阵眼，引导灵气沿着淤堵穴位的边缘加速运转，利用侧向负压，犹如长经吸水，把淤堵杂质吸出来。不应抽，坚固的壁垒被负压掏空瓦解了，炼气6层巅峰。太上剑宗的伪君子连基础口诀都不给，从今日起，我离狗蛋只修格物大道，只遵魔尊法旨。天地大道的第一法则名为能量守恒，压迫到了极点，必将迎来同等狂暴的反噬。去推翻他们，聚焦一切不合理的碎供。在这个不眠之夜，全天下几百万拿到盒子的底层人，都经历了同样的震撼。
为什么你们要给大夏皇朝交重税？为什么伪君子能占据最好的灵脉？掌握真理，人人皆可成仙。疯了！这个萧无望彻彻底底的疯了！全天下的散修都在利用这魔头的方法破境，咱们的通脉丹半颗都卖不出去。掌门，凡人听了反压迫妖言暴动了，灵石岁贡1分没收上来，他们造出重力投石车，把收录弟子的腿都砸断了。不孝子孙虚臣子，叩请老祖出关，咱们正道的根基要断了。虚臣子，何事如此惊慌？莫非是今年大夏皇朝上贡的极品灵石少了1成，扰了老夫的清修？老祖，别说极品灵石了，下品灵石都要绝迹了。魔头萧无望散播谣言，全天下蝼蚁都在造反，聚焦岁贡啊！发布终极诛魔令，凑出10万精锐大军，把那些敢聚焦岁贡的刁民从……教主，大事不好了，天塌下来了！正道联盟倾巢而出，太上剑宗请出了活了3000年的太虚老祖亲自挂帅，10万高阶剑仙驾驭浮空战舟，已把护山大阵围得连灵鹤都飞不出去。老幽，此话当真？他们带足了极品攻击法宝没有？那10万把飞剑磨得够不够锋利？太虚老祖的终极大招能瞬间秒杀，让人毫无痛苦吗？这就是万古魔尊的无上胆魄。教主根本没把正道联军放在眼里，他这是要将整个正道联盟一网打尽呐！老奴这就去开启护山大阵的万鬼噬魂终极形态，与那帮正道伪军人决一死战！决你大爷的死战！立刻撤掉所有护山大阵，山门防御结界全关了，大门向外敞开。撤掉大阵，敞开山门。所有魔教弟子、外门杂役抓来的凡人工人，统统给本座躲进地下防空地宫。谁敢挡在正道修士面前阻碍他们发挥，本座先抽了他的生魂。这叫空城计，以退为进，你不懂。玄铁魔甲扔掉，护心镜扔掉，高阶防御符箓统统扔掉。正道的老铁们，我的1000亿现代退销金、海景大别墅，全靠你们今天这一哆嗦了！拜托了，一定要瞄准这个红圈打呀！哼，区魔教也敢阻老夫大计！传令，破阵后尽数镇压作乱之徒，库房灵石统统搬空。这是多么敬业的反派，多么奢华的送葬排场！修仙界还是有好人的啊！来了，终于来了！1000亿退休金，我来了！老祖，他哭了。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面对我10万大军，竟然流泪了。怪物，简直是深不可测的怪物。那根本不是恐惧的眼泪，那是神明看着无知蝼蚁踏入万劫不复深渊时发出的绝望叹息。他胸口那红圈绝对是上古自毁禁忌阵眼，空城计，这是要与我们同归于尽的绝境杀局。你们躲什么呀？赶紧来砍我呀！我连炼气阶护体罡气都没开启，我向天道发誓，绝对不会还击。今日哪个不来砍我，哪个就是孙子！魔头休要猖狂，老夫修道3000年，什么尔虞我诈没见过？岂会中你这种引诱我们触发杀阵的低劣诡计？你想让我们陪葬？做梦！好，你们不砍是吧？
你们逼我是吧？不好，魔头见诱敌不成，主动激活阵眼了，他要引爆毁灭法则了！全军听令，立刻凝结太上两仪剑阵，放弃所有攻击，全员最高级别防御。老天爷呀！我想死怎么就这么难啊！魔尊又如何？终究是低估了我正道的底蕴。任凭他杀阵惊天，只要我们拒绝这太上防御，他便是空有屠龙之计，也无处施展。老祖圣明，这魔头此时定是气急败坏，道心已然乱了。等他力竭之时，便是我等反攻之机。是清寒，好孩子，你果真没死！快，趁那魔头此时道心大乱，老祖马上开阵接你进来。我们10万剑仙定能保你。保你大爷！你们这群目不识丁的文盲老头，谁准你们在老娘做实验的时候，搞出这么大一个五彩滤镜罩在天上的？你们知道这导致我地下实验室的灵气传热比热熔，数据出现了多大的系统偏差吗？老娘为了推演那个灵牙公式，整整在沙盘上算了3天3夜，就差最后一步，全被你们这破壳子给毁了。魔功，清寒，你定是中了萧无轩那魔头的夺舍邪术。你修的乃是太上感应之道，怎会满口妖言？既然你们听不懂人话，那本座今日便以这天地间的至高格物真理，教你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然法则。万物皆有其固有的振动频率，只要找到那个频率，哪怕是一只蝴蝶扇动翅膀，亦能引动灭世之灾。太上两仪阵，不过是10万股灵气在进行规律的减降运动罢了。既然是波动，就有其频率。哼哼，中了魔杖的痴儿，此阵乃10万精锐合力而成。别说是你一把破剑，便是大乘期一击，也绝难破阵。那是格物之中最无情的毁灭法则——共振。连固有频率这种格物入门都不懂，也敢在老娘头上盖盖子，一群不学无术的渣子！洛清寒，你这个败家老娘们儿，老子的千亿推销金被你这3下彻底敲没了！此时此刻，我觉得外面的黑夜都比我那1000亿的退休计划要黑暗。小无望，你这逆天而行的魔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纵然你用那诡异的邪术破了剑阵，我正道之魂也绝不会向你低头分毫。哼，老夫修道3000载，什么阵状没见过？魔头，给老夫一个痛快！老夫若求饶半句，便不配称这半步渡劫之名。杀人，杀了你们，谁来赔我的海景别墅？老幽，既然2位高人这么有骨气，那就请虚臣子和太虚老祖去后山的1号生态灵田，好好体验一下生活。
生态灵田，那不是凡人种地的地方吗？想死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你们不是一直自诩高人一等，把凡人当作草芥吗？老祖，你不是觉得吃穿用度皆是天赐吗？从今日起，你们俩便是这魔渊农场的荣誉农夫，每人每天必须给本座用最基础的农具开垦出2亩荒地，并用科学堆肥法种满灵稻，少翻1寸土，晚上不准吃饭。不仅要种地，每日收工之后，每人必须给我做一套大夏科学院出的5年修仙3年模拟理科卷，做不完或者正确率低于60%，就给我把99乘法表和元素周期表抄100遍。种地，做算术卷子，这简直是对高高在上的修仙者最无情的精神降维打击。荒谬绝伦！老夫堂堂正道魁首，岂能像那凡俗村夫一般下地种田？更何况还要做那什么老式子算术卷儿？你做梦！老夫闭关1000年都没碰过凡间之物了，你让老夫去背什么元素周期表？老夫宁可当场自绝经脉。想死？你们若敢寻死，我便让洛清寒去把你们太上剑宗的传承仙剑全给融了。不信，你们大可以试试。虚臣子，这道抛物线轨道与飞剑势能转化的压轴题，你解出来了吗？老祖，我才刚套入2次函数公式，卡在极值这里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片农田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了3年，他们亲手种出了比修仙界过去1000年都要高产10倍的超级灵稻。一开始他们是抗拒的，但看着金灿灿的稻穗，看着凡人吃饱穿暖露出的笑容，再看每天晚上做的严谨物理卷子，他们坚固的传统道心在这3年义务教育的熏陶下彻底崩塌了。老祖啊，这3年我天天抡锄头做算术，才明白这世间真正的大道是什么。咱们过去几千年只知掠夺天地灵气，却不知用科学之法去创造生机。咱们那些高高在上的做派，在真正的格物大道面前，何其可笑，何其愚昧啊！虚臣子，你说的对，是道祖，是他老人家用心良苦，用那2亩试验田敲醒了我们，用黄膏秘劝洗涤了我们的灵魂。从今日起，老夫再也不是什么太虚老祖，老夫是大夏格物院农学部的实习生。我们要响应道祖的号召，打破旧宗门的知识垄断，让全天下的凡人都能学物理、种灵田。教主大喜！太虚老祖和虚臣子在灵田那边成立了基层科学扫盲小组。太虚老祖甚至站在田埂上，正在给几万名杂役进行科普演讲，说要跟着教主把9年义务教育普及到整个修仙界。毁灭吧！这群修仙的做题家没救了。10年光阴，弹指一挥间，距离2位正道巨头自愿留在灵田重塑道心，已过去了整整10载。这10年间，大夏修仙界的陈规旧律被彻底颠覆，天下共尊一种全新的修行体系——格物修仙大道。若你此刻漫步在无望道域，眼前的景象定会颠覆你对修仙界的固有认知。再无修士乱飞、灵力激荡，取而代之的是沿着隐形轨道穿梭的公共灵舟。诸位道友，大宗门匕首自亲、封锁功法的时代过去了，只要你们静心领悟这基础格物大纲，本座便倾囊相授，应用力学在飞剑锻造中的基础作用，格物改变命数，真理铸就仙道。御剑飞行，
不循立体力学之轨迹，凭空浪费真元，成何体统？立刻给老夫下去！将大夏格物安全守则与能量守恒定律抄写50遍，方可再次升空。终于要熬出头了。10年了，我把物理常识和众生平等的理念砸进了修仙界，本意是想激起民愤，让正道弄死自己。结果底层百姓把我当活菩萨，天下散修把我当真理之神。既然没人杀，任务彻底失败，那1000亿现代退休金自然泡汤了。但对每天都要批改山一样高的核聚变修仙报告的我来说，能被系统直接抹杀，也算是一种解脱。至少不用再听洛清寒汇报偏废分方程了。10年期限已满，未检测到宿主达成被正道诛杀条件，正在启动终极惩罚——九霄天雷神魂抹杀协议。来吧，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检测到超高强度未知天劫，各阵法单位注意，立刻启动天雷捕捉转化储能大阵。恩师果然没有骗我，他在楼顶做法真的引来了取之不尽的九霄天雷清洁能源。快，把所有储灵罐全部打开，一丝天雷都不要浪费！警告：抹杀能量被未知格物阵法强行抽取，抹杀失败，系统底层逻辑发生严重冲突，正在重新计算本世界因果律。检测到宿主打破修仙界万年知识垄断，扫除蒙昧，彻底重塑位面因果。宿主与本世界天道绑定深度已达100%。终极惩罚变更，宿主被永久任命为本位面最高执行官，万古道祖，免除死亡，剥夺退休权利，遣返现代世界程序，永久损坏。我被我自己颁布的劳工法给保护了。道祖，下面这800个凡人城池的基础设施改造批文就等您签字了。咱们要大干特干，劳动最光荣了。今晚大家一起点灯夜战，谁也不许走。我的海景房啊！我的权益退休金啊！我不想当神仙，让我回现代，放我回去！啊！听啊，那是道祖喜极而泣的哭声。他老人家看着我们人人都有书读，看着这太平盛世，感动的哭了。道祖为了天下苍生，付出了太多啊！道祖万岁！科学大道万岁！道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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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漫漫加班路才刚刚开始。